有时候我觉得命运就是操盘手，人生像一个五行八卦盘，周边的人和事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生相克，或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我们在命运影响下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搭配这个盘，配对了皆大欢喜，有时候配错了就万劫不复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国产佳作《万箭穿心》。故事呢讲述了在90年代的武汉有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，妻子李宝莉是一名售货员，丈夫马学武是一家国企的厂办主任。李宝莉性格强势，说话做事都是咄咄逼人，只要一言不合就能和人吵起来。儿子呢也经常遭到她的打骂。同时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城里人，所以总是对出身自农村的丈夫呼来喝去，时不时还要奚落他。颇有文化的丈夫少言寡语，性格懦弱，一看样子就知道比较怂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忍受着妻子的侮辱，在他的心中，爱情可以说早就死了。李宝莉虽然时时刻刻都为这个家谋划着，但是她从来没有走过家人的心里。这次得益于丈夫，单位给分了一套房子，让他们住进了宽大的新家。正当李宝莉沉浸在乔迁之喜的时候，一直不堪其辱的丈夫挺起腰杆，提出了离婚。一向要强的李宝莉当然不同意，还利用儿子去游说丈夫回心转意。可当看见劝说不奏效后，居然气急败坏地拿儿子撒气，这让丈夫对她更加失望，更加坚定了离婚的决定。几天后，李宝莉跟踪丈夫，发现他和下属周芬有了外遇。气急败坏的她就报警举报有人卖淫。她报警只是想挽回自己在家中日益弱势的地位，让丈夫心怀愧疚地重新回归她的指挥。好友万景知道后斥责她不该这么做。李宝莉说，我虽然是卖菜人的姑娘，可是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也不少，当年选她这个乡下人是她的福气，她就应该对我好。丈夫出轨被抓后，因为作风问题被列在了下岗人员的名单里。丢了工作的他找到了情人周芬，得知了那晚报警的人竟然是妻子李宝莉。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马学武已经生无可恋，于是选择了跳河轻生。他用死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和对妻子的恨，所以在遗书中他没有给妻子留下一句话。李宝莉不明白厄运为什么接踵而来，朋友万景说，你们那个新屋本来就有问题，7、8条路从你们楼下穿过去，风水上就万箭穿心。而李宝莉不信这个邪，在丈夫的葬礼上，她没有流下一滴眼泪。要强的她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撑起家庭，将儿子抚养成人。她不迷信风水，只是迷信自己，以为只要咬紧牙关就一定能出头。在此后的10年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供儿子上学，她毅然决然地去做了女挑夫。10年如一日的艰苦，她一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。但是这个家庭并没有因为她努力赎罪而变得好起来。婆婆有意无意地孤立她，儿子小宝呢从小就和她不亲，加上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和她的关系越发疏远。唯一会关心她的人就是坐了10年牢回来的地痞老大健健。随着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暧昧，有一天呢就那个了。而丈夫生前知道李宝莉不看书，就故意把情人的照片放在了书中。小宝发现后，为了弄清楚当年家庭的变故，就去找到周芬，得知了父亲的死和母亲有很大的关系。自此他恨透了母亲，认为他就是杀死父亲的罪魁祸首。几个月后，小宝高考高中状元，当李宝莉以为终于能熬出头的时候，小宝却拿起酒说，干了这一杯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妈妈，是你害得我10年没有爸爸，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，明天你就搬出去。这一下让李宝莉猝不及防，她不明白这么多年的含辛茹苦换来的是这么一个下场。马学武虽然已经走了，但是仍然像阴魂一样继续打击报复着她。之后，李宝莉来到江边，站在丈夫跳下的地方，想起以往的一切，她万箭穿心，心里的凄凉蔓延到了全身。10年来，她从一个风姿卓越的少妇变成了佝偻邋遢的大妈。她挣扎过，反抗过，斗争过，如今却是众叛亲离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她喃喃地说道，要是当年我答应马学武离婚，就不会有今天，大家都会过得很好。这10年如南柯一梦，在这刹那间，她终于明白了悲剧的根源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固执。在佛学上叫我执，就是固执不变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执着于自己的想法，而根本不反思，不去理解别人的感受，这就是痛苦的根源。唯有放下才能解脱。所以第二天，李宝莉心平气和地把房产证拿给了婆婆，把行李收拾好，离开了这个家。她终于学会了和自己和解，和这个世界和解。最后，她坐着渐渐的车离开了。生活就是这样，纵使千疮百孔，也要向前走。就像这辆破车，虽然时常熄火，但是推也还是能走的。有人说李宝莉的悲剧是咎由自取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可我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她和马学武的性格。最适合李宝莉的人就是健健，因为健健能欣赏她的真性情，
而马学武就应该找个知书达理的，可以平等交流，能在精神上和他有所共鸣的。每个家庭都会有矛盾，性格相近的很多时候能相互理解，矛盾也能化解。但是性格差异大的说话都经常不在一个频道上，有点矛盾更会被放大，最后导致悲剧发生。就像水和火都没有错，可是放到一起就无法相容，注定悲剧。另外，这部电影在外国的音译名叫《风水》，电影中对此也有所提及。而我发现在人物的设定上也套用了很多风水学在里面。因为从命理上来说，李宝莉这种类型的女子大多八字中带着伤官，性情多是狂躁爱作，强势凌夫。古人说伤官见官，百祸其端。官一般代表着丈夫职位名誉，当官被压制在下的时候就祸事不断。所以马学武升任厂长后，家里就连遭厄运，而渐渐的坐过牢，性格干裂。这种人的八字中大多带有七杀，伤官和七杀在一起恰好能相互压制和减弱，两个凶格在一起反而能形成一种好的格局。所以李宝莉这种命只有渐渐扛得住。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，而又是什么决定性格呢？是后天的因素多还是先天的因素多呢？当然，原著作者方方要表达的东西很多，这很可能只是他对人物的一种设定。就像电影《杀破狼》也是用七杀贪婪破军的命理格局来设定剧情和人物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个人对电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。对风水呢，我一窍不通，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。